大家好，三中全会之后，第16个和第17个非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和军官上位呢，蔡润后任中国驻欧盟大使，黄旭聪晋升中将。那黄旭聪更严重啊，习近平莫名其妙的丧失了军权。我们看一下两个人的背景啊。蔡润中国驻以色列大使，升任驻欧盟大使，后任大使，那还需要欧盟的确认。中国驻欧盟大使已经空缺了大概4个月啊。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是正局级的官员，中国驻欧盟大使是副部级的官员，所以蔡润是从正局级升任副部级啊。2000年至2005年是蔡润仕途的快速上升期呢，5年之内呢，蔡润从正处升任正局级，那可能是2005年升任正局级，也可能是2004年就已经升任正局级了。从此，蔡润的仕途就走入了瓶颈期，20年在正局级原地踏步啊。那期间换了5-6次的工作岗位，先是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参赞，公使衔参赞。正司级，然后是中国外交部的政策研究司的副司长正司级，正司级的级别担任副司级的职位呢。那后来担任中国外交部的政策规划司的司长，中国驻葡萄牙大使，中国驻以色列大使，担任了20年的正局级，就是上不去呢。蔡润是哪个派系的呢？这个比较难猜啊。中央外事办这个职位比较特殊啊，几乎能接触到所有的中共高层呢。如果蔡润是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的人，那他就是江泽民派系的；如果蔡润是当时的总理的人呢，那他就是习近平和陈云这个派系的。那蔡润肯定是刘华秋的人，这个是和舒庆和谢振华是一个道理啊。谢振华担任环保总局局长期间呢，把舒庆从副处提拔到正局级。谢振华因为处分失业了1年，在家待业了1年，在这1年里呢，舒庆也从正局级降回了副局级。蔡润也是一样啊，刘华秋在5年之内把蔡润从正处提拔成正局，但是刘华秋下去之后，蔡润20年没有晋升，在正局级的岗位上徘徊了20年，都是一个道理啊，主子下去了，奴才就上不去。刘华秋应该是江泽民的人吧，因此蔡润也是江泽民的人。为什么蔡润他不是习近平派系的？因为蔡润20年没有被提拔了，中间经历了胡锦涛和习近平2个朝代，习近平已经当了12年的总书记。如果蔡润是习近平的人的话，习近平不可能12年都不提拔蔡润啊。现在想起来提拔蔡润，而且中央外事办虽然他也会和总理打交道，但是还是总书记管的嘛。当时的总书记就是江泽民。因此蔡润是三中全会之后呢，第16个非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74集团军的军长黄旭聪啊，少将升任中将。那这个严重了，如果黄旭聪他不是习近平派系的，就说明习近平不仅失去了地方官员的人事权，连军队官员的人事权也失去了，军权都没有啊，比较严重啊。那是细胞子要出来见越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苏林，但是提拔了一个江泽民派系的蔡润是怎么回事呢？江泽民的骨灰都被细胞子扬了，而且蔡润被细胞子压了12年没有提拔。那黄旭聪呢，他原来是第74集团军的军长，少将军衔啊。第74集团军属于南部军区，军部驻地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。那现在呢，黄旭聪出现在部战区的新闻报道里面呢，而且是少将升任了中将，大概率是黄旭聪担任中部战区的副司令，中部战区原来的司令黄明调任北部战区。那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，他没有公布黄明的继任者，那现在黄旭聪很可能是担任中部战区的副司令。由于中部战区现在暂时没有司令，或者是目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，
那黄旭聪是不是以副司令的身份主持中部战区的工作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中共是一个黑箱。但是黄旭聪已经升任了中将，中将是对应战区副司令的，上将是对应战区司令的。黄旭聪大概率是邓小平、胡锦涛派系的军官啊，是习近平派系的可能性很小啊。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怎么看派系啊。一个关键词就是地师级，就是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师长就相当于军队的正师级的师长，那现在可能是旅长，就相当于正局级。地级市的副师长副职副手就相当于军队的副师长，那现在可能是副旅长，也就是副局级。那然后要澄清一下政治小白呢常犯的常识性的错误啊，省委书记不能提拔省长，省委书记甚至不能提拔省委常委，省委常委都需要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，所以叫做中管干部。那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假装是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，其实都是总书记和总理决定的，其他常委不能决定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人选啊。其实省委常委也主要是由总书记和总理决定的。现在习近平连续提拔了17个非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呢，他就不是总书记。总书记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提拔正部级和副部级的官员啊，这是总书记最核心的权力。谁有这样的权力呢？谁就是总书记。总书记其实才是真正的中组部长。中组部长李干杰他就是个跑腿的办事的，啥都不是啊。3中全会之前就是习近平说了算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江泽民、胡锦涛和习近平这3个人呢，怎么分派系呢？就找关键词。江泽民派系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是第一机械工业部余秋里、华国锋、胡耀邦和石油邦。那胡锦涛派系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邓小平、二野、王瑞林、张廷发。那习近平派系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习仲勋、周恩来、陈云、谢振华、贺龙。你就按这些关键词去找就可以了，找出来是谁他就是谁哪个派系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黄旭聪啊，2016年的7月10日，48岁的黄旭聪担任陆军第1集团军，那现在叫做陆军第72集团军的副军长。这个军的驻地是浙江省湖州市。那几乎在同时呢，很可能是同一天啊，肯定是一个月。2016年7月呢，王秀斌担任第1集团军的军长。王秀斌正是刚刚被拿下的这个南部战区司令。第1军呢，最早是贺龙的部队，也就是细胞的这个派系的。那黄旭聪是不是就是细胞的这个派系的呢？刚才说过，这军长是不能提拔副军长的，是上面的战区司令提拔。也就是说，黄旭聪和王秀斌同时在2016年7月，一个担任第1军的军长，一个担任副军长。王秀斌他是从31军调过来的，黄旭聪是上一任军长提拔的。黄旭聪不是跟他搭班子的这个王秀斌提拔的，上一任军长叫做冯文平，他出自12军，那现在叫做71军。那12军是刘邓大军主力中的主力啊。冯文平从12军调到第1军当军长的，这就有点意思了啊。黄旭聪很可能他不是细胞子的人啊，这事大了，细胞子丧失军权了。那12军的第1任军长就叫做王进山。王进山据说是电视剧《亮剑》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之一啊，是不是我不知道啊。邓小平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中提到爱将王进山，二野战功最大的就是王进山，这邓小平说的。王进山应该就是邓小平的人，当然了，这么多年中间还有什么变化也是正常的。那大概的划分呢，就是中原野战军二野呢，它是第10军，10开头的部队啊，第10到第18军啊，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部队，也就是胡锦涛的部队啊。当然是最早的时候，中间肯定也可能有变化。那黄旭聪是冯文平提拔的，冯文平他原来是第12集团军装甲第2师的师长。那黄旭聪他原来是73041部队的参谋长，73041部队可能是现在叫做合成第10旅啊，原来是装甲第10师的3旅的部队番号，他驻地是江苏省苏州市金昌区啊。黄旭聪和冯文平都是坦克师装甲师的背景，冯文平又是黄旭聪的上级啊，也就是说黄旭聪他和王秀斌是军长副军长的关系，大班子的关系啊，军长是不能提拔副军长的啊。
军长只能提拔师长或者副师长。黄旭聪上一任的军长叫做冯文平，冯文平来自第12军，是邓小平的部队啊。冯文平担任第12军装甲第2师师长的时候的军长呢，叫做王教成。王教成呢，曾经和胡春华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呢，也就是说，王教成担任南部战区司令的时候呢，胡春华担任广东的省委书记。胡锦涛他比较爱胡春华，胡春华基本就是胡锦涛的干儿子。胡锦涛派王教成去保护胡春华，王教成他也是12军出来的军人啊。那胡锦涛的另外一个干儿子李克强，他没有保护好，就被细胞子给弄死了。因此这个黄旭聪是习近平派系的可能性啊，只有10%，是胡锦涛派系的可能性是90%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